我们这堂课呢要来讲，就是算积分最重要的一个定理。这定理叫微积分基本定理，看啊，可以想见它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定理。那在那之前呢，我先写下几个积分，就我现在在黑板上写这几个定积分。这几个定积分看起来都没有很困难啊，我的意思是说，它就是一些基本的函数，在一个正常的区间上面，我想要算它的定积分。那麻烦的是，你一看到这个呢，脑袋就一片空白，哦，因为按照我们做定积分的方式，你要做黎曼河。你要做黎曼河呢，你首先就要想到你会不会做这种东西的级数和的公式。那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我有写了一个92页的习题2.1。因为三角函数的和公式啊，勉勉强强是可以写的，哦，所以请你利用习题2.1，你可以证明这个结果应该是2，哦，但里面用到这个你不喜欢的三角函数的公式，然后计算又很复杂，你还要做得刚刚好，然后全部把它消掉，这样子。那后面这个呢，你更加不知道怎么做了，啊，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啊，因为这个公式，因为三角函数还算是你以前做过的东西。这个 e(x) 跟 log(x) 啊，好了，就算你换成是普通的指数版本，好，或者对数版本，这也没有好做到哪里去，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再加上一个插花的，是刚刚的，哦，刚刚写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这堂课主要就是要谈所谓的微积分基本定理。有了这个基本定理之后呢，左边啊，刚刚这些看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全部都变得很简单。好，这有时候如果简写的时候写成 FTC， 好，这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好，那这里面呢，通常写2部分，比较重要。应该也不是说比较重要，但是我们通常会用到的是这个第2部分。所以第1部分有时候叫微积分基本原理，啊，它是这样写的。好，这是基本原理的第一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如果给你一个函数。假设是 a， 好，然后呢，你现在考虑 x， 那你不是有个定积分吗？好，啊，我这边的假设都是所有讨论都是在一个连续函数的范围之内，好，那所以你现在有个定积分，所以你有个值，对不对？你有个值，当我把 x 变动的时候，譬如说我把它移到这边，你去算这个定积分，你得到另外一个值。换句话说，你 x 随便的移动，甚至移到这边来，你都会得到这个函数的，就是定积分的某一个值。所以给一个点对应一个值，给一个点对应一个值，所以其实你有一个函数，就好像当初做导函数一样。你现在呢，任意的找一点，然后去计算它的定积分值，你就得到一个值。因此呢，你总的来讲，你有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是 a 到那个点的定积分，就这个意思。好，那这个符号其实会有一点点混淆，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现在暂时先解释，就是那个函数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函数呢，当你把它定义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它其实是这个小 f 这个函数的反导函数。好，也就是说呢，它的微分其实是小 f(x)。OK， 那有了这个一之后呢，下面这个就变得比较简单。下面这个2这个定理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计算定积分，你通常的程序是这样：
你先找到 g plan x 等于 f(x) 则 ab f(x) dx 等于 gb 减掉 ga。好，那这个通常继承，我们以后会不断的使用这个记号，所以还是赶快把它学起来，这样子。就是 gx， 然后右边画一杠，下面一个 a， 上面一个 b， 其实意思就是把它带进去，写成 gb 减 ga， 好，就这个意思。好，再讲一下微积分基本定理，其实是第二，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要计算一个函数的定积分，你的重点是要找出它的反导函数，然后呢，那它中间的关系就是你把b 带到反导函数 ，a 带到反导函数，两个一减就得到它的定积分的值，这样子。我先不算那边，但我先算一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举例来讲，我们前面不是算过 ab x dx， 好，我们算过这东西吗？所以你现在假设你想要算，还是比较好，我们算 x 平方好了，这是那个抛物线。假设你要算这个定积分的值，我们以前是把它切得很细，写成黎曼河，写成一个求和的公式，然后利用 sigma n 平方的公式把它算出来。好，那因为其他东西我们就不会算的太多了，所以只能看成那当初只是运气好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看同样的问题，现在假设用这个想法，它的重点是说，我现在给你函数 x 平方，你现在想。你要先找出它的不定积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不定积分呢要稍微练习一下的意思。好 ，x 平方的不定积分，假设我选x的3次方，啊，这也其实我们前面做过。如果是这样，所以呢，依照这边这个定理，它其实是，好，它就是写成这样子。然后呢，带进去计算就是b的3次方减掉a的3次方，等于1/3。b 的3次方减掉 a 的3次方 ，OK， 那这个大概是最令人惊讶的公式之一啊，就说这个定理哦，因为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看起来不太可能有什么简单的可以帮忙你，结果一转眼呢，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的结果，好，所以那个感觉当然落差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哦。所以你在前一堂，如果你有乖乖做的话，你现在 OS 应该都在骂我这样子 ，OK？ 因为你很努力的去做那些事情之后，然后发现，这3-2下就把它解决掉 ，OK？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定理的证明。这个定理虽然这个当然是重要，但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面这个，好，所以你要先解释上面这件事情。那上面这个 a 到 x f(x) dx， 哦，我要先讲一下关于这个符号，有时候会引起的混淆。这个在很多书上，哦，我想大概一半一半吧，很多书上会写成这样 ，OK， 也就是说，这两个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它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东西。OK， 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前面解释的时候，我是说，现在我有一个 y 等于 f(x)， 然后从 a 然后到 x， 然后我去算这个东西。如果是用这个解释呢，它其实画完全一样的图形，只是这边是 t， 这是 x 轴，这是 t 轴，这边还是 a， 然后它有把这边一个点叫做 x， 然后它去算这个，所以其实它是完全一样的，好，完完全全一样。那通常在这个情况呢，这个 x 啊，这些 t 啊，因为它怎么写都可以，你这边写 x、写 y、写 u、写 v， 随便写什么都对 ，OK。那所以这个有时候叫做亚变数。亚变数，我每次看到亚变数，我都想到那个有苦说不出啊，因为它就是这些东西你怎么换，其实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从理解上，这两个东西呢会各自造成一个困扰。这个困扰是说，明明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 x 的函数，讨论的东西的 x 函数，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 t， 然后写这个东西，觉得非常非常的怪。这边的困扰呢，
它会造成另外一个影响。好，这边是因为这个写法里面呢，这边都是 x， 这边都是 x， 那这会造成一个影响。好，这个影响是这样。譬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讨论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微分。那这其实就是刚刚这个式子啊。好，这个就是大 F 的微分。那在这个微分里面呢，其实我们的结果是说这个等于 f(x)， 有没有？这就是一的式子。你自己想一下，我把这个式子把它搬到这里来，所以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做微分，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是这样。好，本来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各位微积分学得很好，在这个 plan 的时候了，都会有一个倾向想要做一件事，因为这边有 x， 这边有 x， 这边有 x， 所以你心里面那个莱布尼兹法则会开始运作起来。好，所以呢，你就想，既然是这个微分，所以这边也要微一下，这个也要微一下，这边也要微一下，所以写起来有3个式子，然后写得很大这样子。这个想法并不是说真的那么的没有道理。好，现在只是说，因为在这个情况里面，因为它其实是等于这个，所以当你做这个微分，其实相当于做这个微分。当你做这个微分的时候，那个 t 啊，你就突然之间觉得好像我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好，你微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在微这个项目而已。OK， 然后它的结果就是 f(x)。当然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解释这件事。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会各自造成不同的困扰。那这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在学微积分，反正就是得选定一种。OK， 那我们选的是这种。因为这个写法至少在解释上，你会完完全全的落在这个 x 的范畴里面，感觉上比较合理。好，但是要小心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好，那这是关于这个符号说明。那我现在回来讲一的证明。一的证明当然就是好，我们来考虑 F'(b) 好了。我不要直接写 x， 因为这个定理很重要啊，所以我稍微把它用比较清楚的写法来写。就是我现在假设大 f(x) 定义成那个式子，所以 F'(b) 呢，所以 fb 当然就是 ab fx dx。好，依照那个定义。然后我现在要计算这个，那依照定义，我知道它等于 limit h 趋近于0。写成这样子，那这边你一定要用定义了。好，在证明一定要用定义，因为这 f 啦、小 f、大 f 你什么都不知道哦，所以只能用定义，你不能直接算。但是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它的意思。好，这是 A 到 B，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大 FB 呢指的是这一段。然后呢 ，b 加上 h， 我把它稍微画大一点好了 ，b 加上 h 在这里，所以是这样。所以这个大 FB 加上 h 减掉 FB 啊，其实几何上的意思是非常清楚了，它指的是这一块面积减掉这一块面积，所以其实你得到的是这一块。所以这个分子，在减完之后呢，它其实就只剩下这个。好，所以我可以把左边的这个把它稍微模糊一点。这样子，就是事实上我们只剩下这个分子的部分，然后现在做的是分子的部分除以 h，h 是什么呢 ？h 刚好就是这一段的 d， 所以它大致上就是等于这一块的面积除以 h，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记得我们刚刚算过定积分的平均值，有没有？我们刚刚定义过函数的平均，所以这个地方刚刚好。这个东西除以它，其实就是这个函数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平均。所以换句话说，依照平均值定理，就中间有某一个点，它其实在这里，所以这边大概有一个值，这个值呢就会等于它，这样子。然后随着 h 趋近于0，这个东西会跟着趋近于0，所以它到最后呢只好趋近于这个。或者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讲，就是说这个面积除以 h 大致上就是函数值，好，大致上就是函数值。尤其当 h 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看，当 h 很小的时候呢，它越来越靠近它，所以这个面积呢除以 h 大致上就是原来的函数值，所以你就会得到 fb 小 fb。好，
我大致上这样解释，但是我这边把它严格的写一下。好，这是依照定义，我把它写清楚就是这样子。然后呢，现在用基本定理3，好，就我刚刚在那边弄来弄去，好，再写那个把它分段的这件事情。这个呢会等于 a 等于 b 到 b 加上 h f(x) dx。好，你要回想一下第3，就是说，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加上这个应该要等于它。好，你现在看 a 到 b。b 到 b 加 h 两合在一起，刚好是 a 到 b 加 h， 刚好是这一段。OK， 所以这是刚刚的那个基本定理3。那从图上看，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所以它现在就是变成这个除以它。好，然后第4点，从定积分平均值定理。你注意到这个就是平均，这个就是从 b 到 b 加 h 的这一段里面的这个函数的平均，因为它就是上面的定积分除以它下面这个长度 ，h 刚好就是 b 加 h 减 b 嘛，你记得刚刚那个 a 到 b 的函数的平均，然后你要除的时候是除 b 减 a， 所以就是 b 加 h 减 b 刚好是 h 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就是平均。这样子，然后刚刚的平均值定理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均可以在 b 到 b 加 h 中间找到一个点，那个点呢刚好是这个平均值，所以我要写成f 可 c， 其中可 c 呢在 b 加 h 之间。那注意可 c 呢不是一个定值就是 h 变动的时候，可 c 会跟着变动，因为你平均呢是跟着你的范围有关。当你把 h 稍微动一动，那个平均值当然会变。平均值会变的话，当然这个可 c 就会变。所以可 c 呢不是一个单纯的值，它其实是跟 h 有关的，这样子。但是不管怎样呢，可 c 是在这种位置，它是在 b 跟 b 加 h 之间，可 c 固定在 b 跟 b 加 h 之间。所以随着 h 慢慢变小，可 c 呢也会慢慢的往 b 那边移，因此到最后这个极限一定就是 fb， 因为这是连续函数。OK， 我们刚刚的直观是说它大致上等于 fb，那你从图上看大致上是这样，那写清楚大概就是这样。OK， 利用平均值的定积分的平均值定理。所以我们证明了这个，当这个函数这样写的时候，当那个函数这样定义的时候，f 和 b 呢其实会等于小 fb，那然后呢，因为这个 b 是任选的，在我刚刚的做法里面 ，b 其实随便选都可以，因为我刚刚这写法 b 并不是在证明本身一开头我要固定 b， 但随后你就发现，其实我 b 选哪一点都可以，每一次都选一个特别的点，然后这个式都是对的。因此呢，我知道一般来说这个式整个都是对的，所以我就把 b 换成 x， 然后把它写成这样子。OK， 好，这个是一的证明。二的证明，二的证明比较简单因为一比较困难，因为要做刚刚这个事情，二就比较简单。gx、fx 都是小 fx 的反导函数。这个 gx 是我假设的 ，fx 是我刚刚从一证明出来的，所以我有两个小 f 的反导函数。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从平均值定理已经知道下面这个事情，就是 fx 减掉 gx， 中间插一个常数。
那这个地方是我假设，好，这是连续的，在 a b 的范围，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中间会插一个常数。所以呢，我就得到 a 到 x f(x) dx 等于 gx 加 c， 这只是把上面那个式重写一遍，把大 F 的定义写回来，得到这个式子。好，然后呢，你现在带 x 等于 a， 好，各位小心哦 ，x 等于 a， 这个式子是 f(x)， 所以当你带 x 等于 a 的时候，记得是这个带 a， 所以它事实上这个带 a 以后，事实上等于 a f(x) dx， 好，而不是这个是带 a， 不是 a f a dA， 哦，不是这个意思，各位千万要小心啊，这是不对的。那这种时候你就不妨偷偷的把它想成这是 ft dt 啊，就是说你有时候搞不清楚，你就把它换成 t， 想一下。当你这边写成 ft dt 的时候，你当然就 x 带 a， 你只会带这个，不会带到 t 去了。OK， 那我刚才已经讲这个地方它其实相当于 dt， 就是那个 x 跟这边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了。哦，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要不时的去想，它其实是大 fx， 哦，就是你这个定义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带 a 的时候，事实上动的只有这个。哦，这边只是告诉你说我是对一个怎么样的函数做定积分，只是这样而已。哦，真正的变数其实只有这个位置。好，要小心。好，那这个等于 ga 加 c， 好，但是这个等于0。所以呢，我们得到 c 等于负的 ga， 好，这是第一件事。好，第二个带 x 等于 b， 一样的，带 x 等于 b 之后呢，就变成 a 到 b f(x) dx 等于 gb 加 c 等于 gb， 好，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 c ga， 好，这样就证完了。好 ，f(x) 的定积分等于 gb 减到 ga。OK， 好，那这个证明是牛顿的证明，啊，这是牛顿的证法，大致上是这样子。那历史上，微积分的发明还有一个数学家叫莱布尼兹，好，那他们两个就是在争吵谁先发明微积分的，吵了大概200-300年，啊，也吵不出个名堂。那我们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莱布尼兹他也证明出微积分基本定理，他的证法跟这个不一样。哦，那我把它写在附录，但是其实我就稍微讲一下，其实它还蛮简单的。啊，他其实想法上比牛顿的想法还更简单，只是说牛顿这个想法有几何在里头，那莱布尼兹没有。你可以说莱布尼兹这个观点就是算账的观点。好，你记得在我刚开头进入第1章的时候，我有稍微讲一下微积分大概在做什么事情啊。第2章的时候，那时候我有讲过，哦。假设你要算你的钱，哦，你要算说你从这个月初到月底你花了多少钱。一种做法就是你有月初的钱，那再加上你每天花多少钱，哦，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全部把它加起来以后，你就得到全部了。所以呢，有点像这样，就是说，哦，这是第30天减掉。第1天，这就是你这个月花的钱嘛，好，这是1号，这是30号，所以总的钱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把它分解成这样子 ：m30 减掉 m29， 加上 m29减掉 m28， 写成这样。那这没有什么，但是在观念上，它做了一个转换，哦，就是这边呢，其实是每天的花费，好，这30减到29，所以这是每天，然后你把每天的部分把它加在一起以后，总和就是头到尾的差，就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差，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和，所以这是差跟和。然后从微积分来讲，这就是微分，然后加起来就是积分。所以我现在要做这件事，好，我现在写给你看。所以。如果我现在要算 a 到 b f(x) dx
这个定积分，我也可以这样想。哦，其实不是这样，对不起，我应该不要这样写，因为这样写又回到牛顿。我应该这样写，我只要假设我 f(x) 定义在 a、b 上，好，假设你要算 f(b) 减掉 f(a)， 那你说你就直接算就好了。好，我先假设我们不这样想，我要用一个类似这样的写法。我在这边呢，我用刚刚的等分割，啊 ，a 小于 x1 小于 xn，b 这样子，我把它重新写成这样。所以这边呢，其实是等于 f 的 xn 减掉 f 的 x0，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咯。哦，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就是你要最后那个减掉最前面那个，好。然后呢，你把它写成 xn 减掉 f 的 xn 减1，加上 f 的 xn 减1减掉 f 的 xn 减2。这个做法就有点像我刚刚上面做的这个，我头跟尾相减呢，我现在把它写成每个地方各自的差，然后把它加在一起。好，目前还没看出名堂。然后我们学过一个东西，叫平均值定理。好，所以这个减掉这个，其实可以写成 f' 可 c n delta x 啊，因为所有的 xi 减掉 xi 减1 delta x 都是固定的数，啊，这都是 b 减 a 除以 n。我刚假设它等分割是 delta x， 这边呢，可 c 这是第 n 减1个 delta x， 这是第一个可 ci。好，这件事是跟上面我们这个离散的情况不一样。你算钱的时候，你不会说昨天钱跟今天钱减掉以后等于某一个中间的钱啊，这个没有这件事。OK， 所以这个式子本身是微积分，但是这上面这部分都还好。OK， 所以你现在写成这样，每一部分都可以写成利用平均值定理写成这样。但是这个写法呢，现在应该直接就让你想到黎曼河了吧？看起来就太像了。好，所以这是黎曼河。好吧，我更把它写成这样，那就更像 f' ci delta x， 对不对？所以你注意到 fb 减掉 fa 这个完全没动哦，跟 n 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所以换句话说，你 n 怎么分割，反正这件事情都是对的。因此你现在让 n 趋近无穷大，当然那边还是一样，但是 n 趋近无穷大以后，这个式子呢，经过这黎曼河，它就变成 ab f' x dx。好，就写成这样子。所以这个写法跟刚刚这个写法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它的那个位阶有点不一样。就是这边的 f 呢，不是被积分起来那个东西，好，而是原来的函数。然后你在做这个式子的时候，这个是微分以后的那个函数。但是其实你想一下，你现在把这边这个 f 想成就是那边那个小 f， 所以呢就是这个 fb 减掉 fa， 我现在模仿那边那个写法，它就会等于从 a 到 b f' x dx， 其实就是写成这样嘛，有没有？因为我刚刚那个已经证明这个事情是对，我现在只是把它用到大 f(x) 来，所以它其实就等于这个。但是大 f(x) 是什么呢？这微分就是因为它是它的反导函数。好，所以我就证明，所以我就证明了微积分基本定理这样子。所以它是同一件事情，只是那个函数微分的位置有点不一样，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应该有人会比较喜欢这个证明嘛，因为这个证明看起来比较简单。它只是用到平均值定理。那你注意到这两个定理都用了某一种程度的平均值定理。在这个定理里面，它直接用本来函数的平均值定理。在刚刚这里面呢，它用了定积分的平均值定理。它都需要这件事情。好，因为是重要的定理，所以给你看它有不同的证明。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好。那证明归证明，我们现在开始来用了。好，所以我们开始来看一下。
刚刚不是说这很难证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很难计算。所以你现在要做这个积分的时候，你要心里面想的是 sin x 的不定积分是什么？好，那因为 cosine 的微分呢 ，cosine x 的微分是负的 sin x， 所以它的不定积分是负的 cosine x， 啊，负 cosine x 微分就是 sin x， 然后呢，把它写成0到派 ，OK， 然后你去计算，派大概 cosine 是-1，负1乘负1，所以1减掉负1，啊，因为0带进去，这边是1，负1，好，所以答案等于2，好，非常非常快就算出来了。好，我们先不解决这个，因为它占了人家位置。这个好，本来我没有写在讲义上，因为我们刚刚算的时候冒出来了。我看一下，啊，算了，我现在做这个，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先把这个做完。ex 因为 ex 的微分就是 ex 自己，哦，所以它的不定积分当然也是它自己，所以是 ex 10，所以变成我要把1减掉12345的1这样子。那这个呢，这就是我刚刚讲的1加 x 平方的反导函数就是 arctangent x， 所以 a 0，所以就是 arctangent a， 好，那0带进去是0，这个不用写了，所以是这样。这太顺了，对啊，一路做过来都非常非常快解决了我们刚刚本来不会做的东西。好，现在该这个，这怎么办？好，不是 log x 平方，对不对？哦，不是，因为你们很喜欢发明像这样的式子。至少第一步好像是对的，但是再过来就不对，因为后面算起来都不对，所以这不对。好，那其实这不见得要用我们后面讲的方法，它其实是有办法哈。至少我当初第一次做的时候，我是自己把它弄出来，就是不用后面的方法。但是，我就是利用这个例子提醒你一下，当你碰到这个以后呢，你就发现啊，当你在打电动玩具的时候啊，你知道你练功是有层次的。OK， 你现在利用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你马上这个功力大概大进这个5成的功力，好，就是你很多东西很快都可以做了，然后你就碰到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呢，需要练功，因为至少你现在心里面想起来，你没有任何函数是它的反导函数，好，这表示在学积分里面啊，开始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虽然你学的微积分基本定理不是表示积分比较简单，好，刚好反过来，任何人学微积分里面都是微分比较简单，积分比较困难。那个困难只是你还没看到，哦，你现在只是看到它那冰山的一角就在这里 ，OK。前面这部分是你心里面一想，你就已经想到反导函数，这只是证明你微分的公式你记得非常熟，这样子。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呢，你现在就要开始想办法去发展一些想法，去求，因为你要求定积分，你非得要求不定积分不可，所以你要发展一套方法去求函数的不定积分。那怎么做呢？那后面就是要练功，好，就我刚刚讲。所以通常学到这边呢，后面微积分啊，下面的章节就会变成什么叫做积分的基本技巧。那积分的基本技巧可长可短，好，你也可以学1-2个月，好，也可以像我们就学个大概4小节 ，OK。那学1-2个月是理工科可能有必要，那我们没有那么有必要 ，OK。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一定要会，那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不过在进入这个基本的技巧，也就是解决这个 log x 之前，我要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微积分基本定理经常会问的问题，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们后面其实也会用到。那这个是这个在94页的最下面。
就是计算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怎么去算一个像这样子的不定积分的微分。好，那这边其实重点是概念上你要清楚，不然的话，这是我刚刚讲，你这个微分啊，你开始用莱米兹法则写下来就变这样：1、2x f(x) dx 加上1x 平方 f' x dx 啊，加上1到 x 平方 f(x) d1。然后就开始讲第一不晓得什么东西，写得很顺了。就我就说这写起来实在太顺了，写成这样子。那这个是绝对不对，绝对不对。数学不是说你写很顺就是对的，这是我唯一可以称赞的，就是说你对莱米兹法则有所掌握，只能这样而已，好吧？好，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来我们的定义。那你如果很担心，你甚至可以这边写成 ft dt。我讲过，如果你很担心，你怕混淆，你就这边这样写。那反正你不用怕这会弄错，因为我已经讲过，这两个是完全一样。当你写 ft dt， 就跟你写 f(x) dx， 那是完全一样的。OK， 好，所以这个记号的意思，其实相当于1的 x 平方 ft dt。其实相当于这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记号其实是 f x 平方的意思。OK， 好了，我再多写一个，免得那个漏掉。这就是大 F x 平方的，就是我们前面定义那个大 F x 就是写成这样，或者写成这样，这两个是一样的。那这个请务必记得，就是说，这个呢，像这个东西就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只要你这个东西清楚，那个问题就一点都不困难。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混淆都是在于，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混淆。因为你有了这件事情之后所以你就知道1的 x 平方 f(x) dx 的微分其实是等于 f 的 x 平方的微分。然后这个地方顶多就是连锁法则 ，f' x 平方乘上2x，OK， 所以换句话说，这里面的重要的其实不是莱米兹法则，其实是连锁法则 ，OK， 到这个式子。然后呢，大 F 的微分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小 f， 所以它就写成 f(x) 平方乘上2x， 好，所以其实是这样子。在习题里面你可以看一下习题 2.3。它是要说明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式，请你说明。这个去微分。再一次，不要用莱米兹法则，仔细去想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写法其实是 f(g(x) 减掉 f(h(x) 的意思，这样子。就是里面这个式子，那你说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那原因是这样子。这边要用到基本性质，第3个。好，所以其实要用到这个式子。这个就是基本性质3。把它写回，因为你本来要做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写回原来的定义嘛。那写成这样以后，你就发现它其实就是 f 的 gx 减掉 f 的 hx。然后呢，这个写成之后，那这个微分就等于这个的微分。所以等于 f' gx。乘上 g' x 减掉 f' hx 乘以 h' x， 也就是 f 的 gx 乘上 g' x。公式不见得要背，要背也不要背成就是完全死背，
就是你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下中间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这个记起来才不会记错 ，OK。所以当然你后来背，你可以说这个微分呢，就是把 Gx 带进去，然后乘上 G 的微分，减掉把这个带进去，然后乘上 H' 的微分，对，这样子会稍微好一点。OK， 比你形式上背一个公式要好。这听起来很诡异，好，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习题，我做一题给你看就好了。譬如说，你竟然可以做下面这个问题。目前你看到这个函数啊，sin x 平方呢，你其实没什么感觉。我们越后面，你才会越知道，sin x 平方的这个积分根本就算不出来，所以是一个根本无法计算的积分。好，那目前你先不要管。现在我要问的是，虽然你不会计算，但其实我可以算出这个的微分。OK。所以换句话，这个做法并不是我先把什么 sin x 平方的不定积分算出来，再把它带进去，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目前太难，就算能算，它也太难。好，目前你们还没学到，所以习题摆在这边，表示说它其实根本不用真的把不定积分给算出来，它要做的就是刚刚写这个事情。所以呢，它其实它要做的就是微分的时候，先看在上面那个是正的，你把它带进去。变成 sin 根号 x 的平方乘上根号 x 的微分，减掉啊，因为它在下面，所以它是减掉，然后 sin 负根号 x 的平方乘上负根号 x 的微分，好，就用刚刚这个式子，这个式。所以这其实是微积分基本定理的应用，哦，而不是计算那个积分技巧啊，算出不定积分的应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完全是微积分基本定理本身的应用。好，先这样，好，我们把它写完，所以这是 sin x 乘上这个是2倍的根号 x 分之一，减掉这个是 sin x， 然后呢这个是负的2倍的根号 x 分之一，啊，这两个负消掉，所以答案呢变成 sin x。好，变这样，是没有想到的简单。好，我举这个例子就够了，因为你说稍微看一下旁边的习题，你就知道很多都是你不能算。积分技巧有很多种，那有一些是非常非常的技术性啊，所以那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找函数的不定积分啊，其实有2个事情你要先知道。第一个事情是，如果你考虑的是所有基本的函数以及它的所有的组合啊，比如说用加减乘除或者合成函数把它合在一起。然后你想要把它的不定积分算出来，有很多其实你根本算不出来，就像我刚刚讲 sin x 平方，这是没有办法算，并不是说你幻想，你找出一个组合，然后它就可以算出来，好，不是这样子。所以关于这个因为定积分的计算很重要，所以关于这个定积分的计算到底要如何计算了，除了我们今天讲微积分基本技巧之外，还有别的方法要处理，那个是第4章的事情。那在那之前，就算我们要处理像这类的东西呢，它的技巧也有很多啊，因为你可以想成它有很多拼凑的方式。所以我为了要让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的复杂，所以我只选4件最基本的东西来讲。那这4件里面有一个层次啊，前面2个是最基本的啊，因为这2个东西呢是对应基本的2个微分的技巧。那第一个呢是莱米兹法则。那这个对应的积分技巧呢，通常叫分布积分。然后另外一个是对应到连锁法则，啊，那个方法呢称为变换变数。所以我们今天先谈一下这个分布积分法。
所以莱米兹法则我先写一下。好，这是莱米兹法则，所以它所对应到的积分技巧呢，写起来是这样。那这是不定积分的观点。如果是定积分的话呢，写起来是这样。算了，还是这个我先不要写啊，因为等一下我可以用，不是等一下，礼拜四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写。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式子，这式子是说，我现在把这个等式呢稍微搬一下，把这个当做主要的，好，然后把这个式移过去，所以变成这个减掉这个式，就写在这。然后它现在因为这两个函数相等嘛，啊，就是 f'(x) 乘上 gx 等于 f(x) 乘上 gx 的微分减掉 f(x) 乘上 g'(x)， 这是等式相等。所以呢，我同时，好吧，我还是写一下好了。好，两个等式相等，所以呢，它们的不定积分是一样的。好，所以我是做不定积分。好，因为你记得我们现在就是要算不定积分，所以呢，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其实我可以转成这个样子来写。好，但是因为呢，这个地方类似积分的基本定理，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虽然我没有真的证明过这个定理，但它其实意思只是说，我要找这两个函数的不定积分，相减以后不定积分，你可以各自算，然后相减就可以了，这样子。因为中间有差一个常数，你全部把它挤到某个地方去写，然后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等于，因为 f(x) gx 的微分的不定积分，其实当然就是它自己，所以就写成这样子。写成这样子，那你说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加 c 吗？因为差一个常数其实还是对的嘛。就这个微分，它的不定积分当然就是它自己，因为它的微分就是它嘛，这样子。但是差一个常数也可以啊，那为什么不写加 c 呢？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还有加 c， 所以呢我就不写，我就把这个加 c 想成它写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我得到这个函数它的不定积分，其实可以用这样来计算。OK， 我在想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涉到在这边计算的时候啊，有很多约定，就是比较好算的问题。我现在举这个例子，然后不讲那些东西啊，其实接不太起来，我想算了。所以各位目前就先知道这样子好了，从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得到像这样的式子。那不举例子，但可能写这个式子也没什么用，所以也许到礼拜四我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好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那你记得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主要是说我们已经发展了怎么计算定积分的方法。好，那最主要的定理称为微积分基本定理，就是我现在写在这边的这个式子。所以你为了要计算定积分，其实你的先决是你要先知道怎么样去找出 f(x) 的不定积分，也就是 gx。那找出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来计算。那我们要谈的积分技巧呢，这个分布积分法，其实对应到莱米兹法则，把它写在这里哈。
那但是其实我们要用到的形式呢，是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从这个式子来。那这个式子是莱米兹法则的结论。好，那我们要谈的主要是本来是要计算这个式子啊，因为你想象中你是要算一个定积分，就是本来你要计算这个式子。那计算这个式子呢，你现在其实有2种做法，这2种做法其实都可以称为部分积分，分布积分。其实这2个方法其实差别不大啊，但是就积分技巧来讲，我底下要讲的这个其实暂时不是。我底下要讲的这个只是说针对这个定积分，现在假设呢，我知道这个式子，其实我大概可以怎么算。那这个算法里面其实它有分布积分的精神啊。但是不足以叫做这个积分技巧，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中间的差别啊，我用例子来讲。但是我先让你看一下这个式子，你现在要算这个定积分，对不对？但是你又有这个等式，所以其实你很快就知道，它就应该等于这样。这样子，因为你只是把这个积分这边写上 a b dx， 这边也写成 a b， 然后括号括到这里，然后做这个定积分。那你做这个定积分的时候呢，你利用定积分基本定理，可以把这2个拆开来，所以就变成就是我现在这个写法。然后这边很明显的是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 ，f(x) g(x) 已经是 prime，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等于 fb gb 减掉 fa ga。减掉 AB， 好，写成这样子。所以从定积分的观点，假设我不是直接想要找出这个东西的不定积分怎么算，我从定积分的观点呢，我可以这样写，写到这边呢，你至少都要像这样的式子。然后，重点是你把原来这个积分，你可能不会算这个积分，你把它转成这个。当然转成这个你也不见得会算，但至少你换成个别的样子，你就有点希望，因为你已经很确定本来那个你不会算，这样子。好，那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那这是第一件，这应该算第0件事，因为对我要讲这个积分技巧呢，这个只是一个前面暖身的事情，让你见到说我怎么样把这个转成这个，那这个想法其实基本上是分布积分的想法 ，OK。那真正我要谈的是这个积分技巧呢，其实要算的是，就是回到我们想要找出这个函数这个被积分的这一组函数的不定积分，我到底要怎么算因为你这个想法里面是说我要用微积分基本定理，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所以呢，我要想出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我到底要怎么算？我如果能够算出来的话，算出不定积分，那我就可以直接带进你的那个积分的起点跟终点，你就可以把定积分算出来了。所以这个想法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说我就是针对这个函数，然后我去想我到底怎么算出它的不定积分。那我们后面呢，很多积分技巧都有这个一样的味道就是我给你一类的函数，然后我想要看出来我怎么算出它的不定积分。当然你的目标还是要算出定积分。但在之前呢，其实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出不定积分这个技巧。好，所以我们来看，我要怎么样找出这个不定积分。所以呢，其实跟那边一样，但是其实这边要稍微做一点说明。所以我稍微把它写慢一点。好，这个等式没什么好讲，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上面这个式就是下面这个式。我在写，对不起，这样子，对不起。好，然后呢，在不定积分呢，它其实有一个类似定积分的式子，就是我可以把它分开来。
这个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我把它写在这里，就是因为那样写太复杂了，所以我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就简单的讲有没有这个式子。好，比如说有没有像这样的式子？所以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来回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我要找出一个函数，它的微分是 f(x) 加上 g(x)， 对不对？然后这边是告诉你说，这个会不会相等呢？他说，如果你可以找出 f(x) 的反导函数或不定积分，如果你可以找出 g(x) 的不定积分，你把它都找出来之后，你把两个加在一起，它其实就是这个的反导函数。好，那这个想法其实是对的，好，因为你找出 f(x), 找出 g(x)，f(x) 微分是它，大 g(x) 微分是它，这两个加在一起，微分以后当然就是它，好，所以就利用这个关系。那所以这个等式你要小心的是说，因为不定积分这个东西里面是差常数，它指的是一群函数，好，所以这边指的是一群函数跟另外一群函数这个东西相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差一个常数的意思，就这样子而已，好。就是说，你从这一堆啊，这里面有一组函数，你可以想成这边有个箩筐，里面有一堆是它的反导函数，这里面呢有两个箩筐，然后你把它全部把它凑在一起呢，这两个东西顶多就是差一个常数，好，大致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譬如说，可能举个简单你已经知道的例子比较快，比如说简单的讲，1加 x dx， 好，其实你就可以写成1 dx 加上 x dx， 好，那你仔细想想看，你在这边的脑袋里面的运作方式，因为这是比较简单的，你要找到一个函数，它的微分是它，所以你光是只是这样想，你根本不用这样写，你就直接想出来，我就各自找一个就好了嘛。x 微分是它，加上2倍的 x 平方微分是它，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微分就是它。但是你记得呢，它可以差一个常数。那这边呢，这个就是我把它分开来写，就 x， 然后这是2分之 x 平方，这边可能差一个常数，这边可能差一个常数。所以当我这边写相等的意思，好，其实意思就是说差一个常数之下，其实我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好，这种等号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好，不是别的意思。那其实你心里面可能真正在后来做的时候，你也不太在意这个事情。好，你真正做就是你一碰到这个。其实你就偷偷的用这个，然后直接把它算出来就是了。好，但是因为这边比较抽象，所以我要先把它解释一下。所以它其实可以拆开来写，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式子 f(x) g(x) 的微分的不定积分，那不就是它自己吗？好，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f(x) g(x). 好，但是我说它自己的时候，其实中间是有差一个常数的哦。好，再想一下。就是如果我把这个1，好，假设我把这个1，我想成是 x 的微分 dx， 对不对？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式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写成这样之后，这样写对不对呢？这样是不对的，好，这样是不对的，你一定要记得，就要加常数 ，OK？ 所以不定积分啊，讨厌的就是这件事。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它应该要写一个常数。但这应该要写个常数，但我又不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常数，就是说这个东西里面本来就还要再加一个常数，那两个常数写在一起，我就把它加过去就好了。好，所以通常你在写这件事情，这边都不写。那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的不定积分等于它，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中间只是说中间有个常数，我把它移到那边去了，以至于你从这边你得到这个式子等于这个式，那这个式等于这个式，这是对的，中间顶多差一个常数。OK， 好，那你现在看看你现在比较左边跟右边这个式子，哦，除了右边这个式子目前看起来比较抽象，但就方法来讲，等一下我会用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哈，让你熟练，就是说这东西要怎么做。但是至少你在目前这个解释的阶段，你先看看左边右边，其实做的事情非常的类似，好，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只是说这个地方我已经先把这个积分拿去了，然后我直接要算，所以你要会算这个东西。这边呢，
你要算这个不定积分，结果你算写到这边，你把它写成这样，然后减到这里来，结果问题还是变成你到底会不会算这个不定积分？好，本来你要算这个，现在你把它转成这边来算，问你这边这个你会不会算？这跟我移到这边，我问这个会不会算，其实一样，同一件事。OK， 所以这两个写法，不管你是先用定积分想，或者你现在只是单纯用不定积分想，就我们在数学上做的事情其实完全一样。好，重点都是你把它转成另外一个积分，然后想办法转成这个积分的是你会解出来的。OK， 好，我现在来举一个例子。不过在举这个例子之前，我要把这个一呢重新解释一下。我要重新解释一下。那通常是这个写法才是我们通常会用的写法哦，所以大家到最后通常记得是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我先把那个结果写下来好了。通常我们会这样写。好，现在这个式子跟这个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相干了，好，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但这式子比较简单，好，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式子比较简单。那我这边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我重新把它写清楚。这个其实就是 ux dvx 等于 ux， 也就是说我省略了 x，vx dux， 好，其实是有 x 在里头的，好，就是这样子。上面只是个简记法，那下面是它真正的意思。然后这个地方 dvx 我们前面讲过 ，dvx 等于 v prime x dx， 在我们前面讲微分式的时候讲过了。好，我们就是利用那个微分式的式子，我们还有习题做过这件事，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变成 v prime x dx。好不好？我复习一下 dvx 这个东西等于 v prime x dx， 就跟 dfx 等于 f prime x dx。我只是利用那个记法，我把它写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呢，一样，好 u prime x dx。好，请确定一下，这个式子跟从这个式子写到这边来，是不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只是 u 就是那边的 f，我想想看，不对 ，u 是那边的 g， 然后 v 是那边的 f， 就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好，这两个式子其实完全一样，只是说因为它省略掉那堆 x 啊，省略掉。这个东西写成这样，好，所以感觉上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函数 u， 然后 v 藏在 d 里面，结果呢，你做一个变换之后，把 v 拿出来，把 u 放到里头去，好，就是两个交换位置的意思，好，那这是分布积分的意思，就把它交换位置，好，然后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或者呢，假设你要计算0到1 x 1 x 2，但是我后面再来算这件事情，我要集中精神来谈这件事。我要计算这个不定积分，好，我怎么算？现在依照这个写法，我要怎么写？那这个写法里面你要判断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写法里面，有 f prime 跟 g。f prime 跟 g 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东西，第一个它是某两个函数相乘，然后这中间呢你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好，我先选给你看好了，好，我们先看结果。假设我选 ux 等于 x， 好，然后呢 dv， 或者我不写这样，我写这样 ，dv 呢等于1x dx。好，注意哦，这个意思就是我用这个来，这当做 u， 然后把这部分当做 dv， 好，其实是这个意思。或者用刚刚那边的写法，就是你把这个当做 gx， 然后把 ex 当做 g prime x， 这样子。但事实上，就后来来讲，你这样做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你一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你心里面要想就是，你要选一个是被微分的，好。那目前的写法，我把 u 设成 x。把这个设成 v， 好，就变成 dv 等于 1x dx。好，然后利用这边的这个式子，
我现在要把它写下来啊，好吧？那我们就要先讲，所以 du 好，从这个地方 du 呢等于1乘上 dx， 也就是 dx。dv 啊，表示 v 呢，你要选一个函数 ex， 因为这样，也就是说 dv 里面你要选出一个函数 v， 它的微分呢是 ex， 那我们就选 ex 就好了。OK。目前我现在做这个比较代数，其实跟数学没什么关系，数学的 idea 全部都在，就概念全部都在这里头。我现在只是告诉你说，当你碰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想，比较直接啊，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好，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现在做了这个，你把这个计算完之后，我就可以写了。所以这边第一个我要写 uv 嘛，所以我们来看 u 在这里 ，v 在这里，所以就是 x 乘上 ex。好，减掉，好，因为我要减掉。刚刚是 u dv， 所以现在变成减掉 v du， 好，变成这样子。所以 v 在哪里 ？v 在这里，所以是 ex。du 在哪里 ？du 在这里 ，dx， 这样子。OK， 那你如果真的很不习惯，你可以在这边设哦。如果你比较习惯这个写法，那意思就是说我把 f' x 呢设成 ex， 把 gx 设成 x， 这样子。然后经过刚刚这个转换，所以这边有 x 乘上 ex 在这边，然后这边是 g'(x)， 所以就是1。那 f(x) 因为 f'(x) 等于 ex， 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找出它的不定积分，某一个反导函数，你把它写出来，好，把它写下来。那其实就是我这边做的事，完全一样，好，做法完全一样。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先把它圈起来。好，我先把它圈起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那我们继续把它做完。所以现在做到这个地方，现在变成这个式子了。那这个式子，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什么目的？因为你是要把你本来不会算的积分转成会算的积分。那你现在把它转成这边，这边你就会算了 ，ex 你会算，对不对？因此呢，你就可以好好的把它写下来，减掉 ex 加 c， 好，然后写在后面。因此，从这个地方你就得到 x ex 呢，它的不定积分等于这个式子。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好 ，x 的 ex 减掉 ex 加 c， 你计算它的微分，好，所以第一个这个式子是 x 微分是1乘上 ex 加上 x 乘上 ex 减掉这个微分 ex 加0，消掉，好 x， 好就是了。那你仔细想一下，其实中间就是莱美兹法则而已。那像这种东西，当你理解完那个之后啊，在这种位置，你其实就是要慢慢的熟练它，让它变成就是你觉得很自然的一部分。那刚开头你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怪，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种事情一定是这样子，好，所以你也不需要太担心，只要做习题就知道。好，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好，那我们现在就有2种方法了。它其实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你先算出 x1 的 x 次方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也就是我现在算起来的这个式子。然后呢，直接把它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它带成这样。通常我们只要选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这样子。那这就是我用微积分基本定理的用法，好。我找出这个函数的反导函数，然后带进10，因为这个反导函数只要带某一个就好，我就选一个。然后这答案呢就是1把它带进来，1减掉1减掉0，再减掉-1。好，对，答案是1、2、3、4、5的1，这样子。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我刚刚这边写的做法。这边写的做法就是直接这样写。好，那这样写的时候呢，你要记得，这里面的麻烦就是你心里面的操作啊，你其实还要做刚刚这个事情，因为你想想看，在你做 f'(gx) 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要先决定谁是 f 谁是 g， 好，
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表示你在这边要写出这个式子嘛。好，这个 f 跟 g 跟这个 f prime 跟 g 其实中间有差一个 prime， 所以你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决定谁去微分谁。OK， 好，所以按照我们刚刚这个逻辑呢，应该是我决定的应该是这个不动，所以是这个。好，所以我把这个想成是 ex 的微分，所以这个地方呢写成 x 乘上 ex 带进01，然后减掉01，然后把这两个的角色交换，变成 ex 乘上 x 的微分 dx。好，那这边你把它带进去，得到1减掉0，然后减掉这个地方是0到1，ex 的积分。好，好，所以变成1减掉1x 01，答案还是1。这样子。好，那我希望你有一点点感觉，做这件事情有点虚，哦，就是做这件事，其实你还是要用到分布积分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决定谁要被微分，然后你要交换，这两件事在这边其实都有出现，哦，所以后来通常大家，哦，其实都是去做上面这件事，也就是很单纯的。我干脆就是先算不定积分，然后直接把它带进去，比较快。OK， 在这件事情上，你先把它想成是定积分，好像好处不太大。哦 ，OK。那分布积分就讲完了吗？哦，其实没有，这里面还有好几件事，我先来提醒各位一下。第一件事是这个。我刚刚选 v 等于 ex， 但是其实你并不见得要选 v 等于 ex， 对不对？因为 v 是什么 ？v 只是说，因为你有 dv 等于 ex dx， 这个表示 v prime， 变魔术，怎么变颜色 ？v prime x， 就是说你只是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个 v 呢，其实你可以选成 ex， 其实你也可以选成 ex 加1，也可以选成 ex 减3。ex 加上2/3，ex 加派，好，其实随便你，我一直都加个常数，这个位置其实都可以。那现在一个事情是这样，那我现在如果选了这个，答案会不会不一样？好，这是各位要检查的。好，你只要带一个例子进去，稍微算一下，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它会影响什么？你在 v 的选择，它会影响这个位置，对不对？它也会影响这个位置，所以看起来影响蛮大的。这两个位置，就是你这边如果插一个常数的话，这边就会插一个常数，这边会跟着插一个常数。那为什么这个对答案没有什么影响呢？各位检查一下，你就用这个例子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好，譬如说你就选 ex 加1，然后你去算一下为什么中间这个跟答案没有影响。OK， 这一定要做。好，关于这件事呢，还有一件要提醒的事情，还有个第二件事，这件事情还。事实上还蛮重要，因为刚刚这个只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本质的，好像有点缺陷，你把它补起来就好。我下面要谈这个事情是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一个不对称性。我意思是说，你可以选它当 u， 但其实你也可以选它当 u 啊。有任何原因，我不选这个，就是我一定不能选这个当 u 啊？其实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是可以选另外一个可能性了。好，所以让我们来试试看吧。如果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完全一样的问题，但是呢，我现在选 u 跟 dv 的方式要跟那边不一样。也就是这一次呢，我选 u 是1的 x 次方 ，dv 呢是x dx， 这样子，至少这很公平啊。就是一开头你的选择并没有道理，一定要选哪一个，我也可以选另外一个可能。所以我现在就选了，好，选了这个。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我得到 du 等于 1x dx， 好，然后 dv 我要选它的反导函数，那我就选中间一个。好，我假设刚刚那个红色的部分已经解释过了。
好，我就选 v 等于2分之 x 平方。然后我们现在来带进去，看看结果是怎么样。好，那我现在把这边擦掉，因为我只要看最后的结果。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你得到 x ex dx 等于，好，第一部分是 uv， 所以是这两个相乘，2分之 x 平方乘上 ex， 看起来很怪，因为跟刚刚的答案一点关系都没有。减掉，然后是 v du 在这，所以变成2分之 x 平方 ex dx， 变成这样子。那这个2分之1可以提出来，因为不差那个常数，可以把它提出来。所以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我刚刚讲这个不对称性呢，表示这中间有方向的问题。哦，你选对了，那个方向会把你转成比较容易的积分；你选错了，你这个不会做也就罢了，你还转成一个更复杂的积分。哦，就是你转到这边呢，你反而更不会做。刚刚这样已经不会做，转这样完全没有更大的好处，这样子。所以这个做分布积分的时候有方向性的问题，好，这是一定的。好了，但是做出这个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好，你之前仔细想想看，它的确不能帮忙你算这个，但是你刚刚已经算出来了，所以其实你赚到了另外一件事，赚到什么事情呢？你现在其实会算这个不定积分，好，为什么？因为 x 平方 ex dx， 按照现在这个写法，我把它移过去，把它写过来，它其实是等于 x 平方 ex 减掉2倍的 x ex dx。好，确定一下，对不对？就是说我刚刚做这个计算，其实是告诉我这个积分其实等于它。然后刚刚我又知道这个在这，所以我可以把它写下来 ：x 平方 ex 减掉2倍的 x 的 ex 次方减掉 ex， 好，加 c， 所以变成 x 平方减掉2x 加2。好，其实反而变成这样子，所以你反而赚到了一个你本来不会算的积分 ，OK？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样，你现在从这个式子里面啊，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个事情。我刚才做的这个积分，当我做成正确的时候，这个 x 的次数啊变小，变成0次，哦，当我做错了，它就变成2次，对不对？那你现在想想看，这事情其实应该发生在任何 x 的次方 ，x 的譬如说，m 次方1的 x 次方，其实应该都是这样。你如果选对了，它的次数就降一个；它如果选错了，它的次数就升一个。所以这里面其实呢有一系列的关系。好，我现在要把这一系列的关系写出来。假设我现在另一个函数叫 enx， 它的定义就是 x 的 n 次方 ex dx。假设是这样，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n 等于0等于1等于2的情况。那刚刚整个做法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个可能性，就是在这中间呢，每一个函数中间是有关系的。那我现在就把它做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然后我同时让你看一下，我们通常其实，好，当我把它写成 uv dv 的时候啊，其实还 low 了一点。好，其实到后来你真正做，大概就是我现在这个写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前面有稍微学过，但是你可能不太记得，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看。我把它写成这样，好。当我这样写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你自动已经选择了谁作为 u， 谁作为 v 了，其实是这个意思。好，因为 dex 就是 ex 乘上 dx 嘛，所以这个式就是这个式，这是完全一样。好，唯一可能就是你不太熟悉这个式是什么意思。但你记得我已经讲很多次了。第一，我再多举一些例子。等于 2x dx 啊，我在习题里面也写过，譬如说 x 平方 dx， 你要把它写成 d 的3分之 x 3次方。好，其实做过这些练习，那这些练习就是现在要派上用场了。我把这个式子现在写成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就是 u， 这个就是 dv， 对不对？因为这是直接写成这样，因此下面的式呢就直接写成 xn 次方乘上在这里面的东西，
然后减掉，把 D 里面的东西拿到外面来，把 xn 次方写到里头去。好，这个才是真正你用 UdV、VdU 这个写法里面真正到最后的样子。OK， 这个就是 UdV， 你现在把它这个拿出来，这就是 UV， 然后这就是 VdU。所以你可以在一个式里面直接把这个写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写下来之后就变成 xn 次方 1x 减掉 xn 次方微分，所以是 n 乘上 x 的 n 减1的 x dx。好，所以从这边的式子我得到一个非常像我们在数列里面学的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递回关系，减掉 n 倍的1n 减1。好，写成这样子。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是 xn 次方写在里头，跟 xn 减1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你就可以一直往前算，因为 1n 可以变成1n 减1，1n 减1又变1n 减2，所以一直算到最前面。这跟你们在算递回数列是一样的。OK， 所以你只要记得最开头的 10x 就是1的0次方，就是不是，就是 x 的0次方，就是 1x 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 1x 加 c， 所以你就要利用这两个式子，你就可以完全算出这个积分 ，OK？ 那你到底要不要记这个式子呢？那就看你有记忆力好不好。哦，我是不记得，我每次都要重算。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哦，以至于你以后真的要算的时候，当你把它列出来，你就可以很快的算。好，譬如说，我现在先给你看。譬如说，刚刚我要计算 x 平方 1x dx， 好，我刚刚不是在那边写了一个这个式子吗？我现在就可以利用这个来写，因为这就是 e2x， 所以 e2x 呢等于 x 平方 1x 减掉2倍的 e1x， 但是呢 e1x 等于 x 的 1x 次方减掉1倍的 e0x， 好，变这样子。所以就是把这个式子再带回去，就是递回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写完。e0x 就是刚刚这边这个式子，所以是减掉 1x 加 c， 哈，你注意到我永远都写加 c， 因为常数的关系我就不特别去理正负号。然后再把这个式子带进去，所以 e2x 等于 x 平方 1x 减掉2倍的 x 1x 减掉 1x 加 c。这个就是我刚刚算的答案 ，OK， 一样。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你很快就可以算 x 的3次方、x 的4次方，其实全部都可以算 ，OK。所以这个原则上当然就是全部都是分布积分的应用，因为我在做这个式子的时候，我用到就是分布积分，只是说利用这个写法，它可以很快的让你有一个计算的方式 ，OK。好，我先算一个例子。我们前面不是不会算这个式子吗？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前面是不会算啊，这是在礼拜2的时候，我说过这个我们目前没有公式，也看不出来怎么算。然后现在呢，利用分布积分，我想来计算一下它。哦，那你看到这个式，第一件事想就有点怪，什么会有点怪？因为我刚刚在利用分布积分的时候，我需要有2个函数相乘，我这里面只有1个函数，那怎么办？哦，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好，这个地方是这里面比较奇妙的地方，你要看这个式。我加一个括号就不一样了。好，换句话说，在这个式里面，它自动有一个 u dv 在这里，也就是 v 是 x。那因为 x 的微分是1，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有一个1在前面，你可以这样想 ，OK。但是你不写也没关系。好，所以这就是 u dv。所以按照前面的式子，再过来就是 u 乘上 v， 所以是 x 乘上 log x， 减掉，把这2个调换，把 x 写过来，然后把 log x 写进去。好，这样就完成了刚刚的分布积分的过程。好，这就是 u dv， 这是 uv， 这是 v du， 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地方写清楚。
log x 呢是 x 乘上 x 分之一 dx， 这两个消掉刚好等于1。好，1这个积分我们会算，就是换句话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这个你会算，所以你得到 x log x 减掉 x 加上 c。好，所以 log x 的积分呢，不定积分其实就是这个式子，然后你可以自己算算看，看对不对？好，这个例子的好处是这边有一个活用的地方，就是让你知道那个写法的重要性。好，最后我们还要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要算 sin x。好，但首先先确认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公式，好，这的确不知道。我们来看这要怎么做。你有2个选择，好，所以我们就先做中间一个。我们先做我们刚刚做的那个，我把它写成 sin x d ex， 这是 u dv， 然后变成 uv 减掉 v du。好，变成这样子。你把一个本来不会算的积分换成另外一个不会算的积分，哦，看起来还蛮像的。换成一个不会算的积分，那就没办法照这样子啊，因为你那个不会算，这个当然也不会算嘛，一样啊，所以可能表示我们选错了。好了，所以我来试另外一边。这一次呢，我把 sin x， 我把 ex 留在外面，我把这个留在里面。好，这是另外一个选法。好，这个选法我们来看一下，所以 u dv 我变成 uv， 所以是负的 ex cos x。好，然后减掉负的 cos x d 的 ex。所以变成负的 ex cos x 加上 cos x ex dx 啊，因为这 ex 要算出来，然后这个负得正，哦，我把它倒过来写。好，这是奇妙哦。你不管怎么换，都会得到一样的东西。哦，你换到这边来得到这个式，换到这边来也得到这个式，这完全没辙了。好，变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呢？这个例子很特别，所以这个例子你就记得，好像因为别的情况通常不是这样子。你注意到，虽然你不会算 ex 的 sin x， 但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这2个符号并不一样啊。你注意到，当你算出前面这个式跟算出后面这个式，其实这2个式长得很不一样。它唯一一样的是说，你要计算的都是这个积分，但除此之外，这2个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其实你可以得到，好，这边有2种做法，一种就是说，你就直接看这2个式子，结果呢，你无心插柳的结果是反而算出这个的积分，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个负号，这边有个正号，你把它移过来，变成2倍的 ex cos x dx 等于你把它移过来，所以是 sin x ex 加上 cos x ex， 所以反而得到 ex cos x dx 等于1/2的 sin x ex 加上 cos x ex， 好，大家要记得要加 c， 其实这边也要加 c， 好，写成这样子。你说你在搞什么？你本来要算那个积分，就算到这边来，变成你得到这个结果，好吧？但是因为 sin x 跟 cos x 是兄弟啊，哦。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你在这边如果换成 cos， 然后你就透过这个方式跟这个方式，你反而会在这边得到 sin，
好，然后你就可以把 ex 的 sin x 次方把它解出来。好，这是第一种写法，就是我把它看在这里。还有一种写法是我写在讲义上的写法，就是说你把第一个式子，好，你把它整理一下，写成这样 ：ex 的 sin x dx 加上好，这是第一个式子，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一排走到这里的结果。然后下面这个式子呢，写成 ex 的 sin x dx 减掉等于负的 ex。我到底谁写前面写后面是吧？好，先不管，先这样，先这样子。所以第一行写出这个式，第二行写出这个式，这都是对的，好，中间没有矛盾，中间都是对的。好了，所以你已经学过方程组，所以你现在看，你现在假设你要算的是这个，那你要怎么办？那当然只好把这个消掉，对不对？所以你把两个式加起来，所以你就得到 ex sin x dx 的2倍，就是等于 sin x ex 减掉 cos x ex。好，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只剩下单边了，所以我要写加 c， 所以 ex 1/2。好，其实照理说这边应该都要写加 c 了，因为这边都是不定积分的结果，所以这边应该有个常数，就差一个常数就对了。好，然后你利用这个方式呢，然后把它合并，这边还是差一个常数，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就得到这个结果。OK， 这个大概是分布积分里面比较神奇的题目。好，就是你要算这个，但是你得要绕2个弯，好，你才能把真的东西全部都做出来。OK， 我做习题 3.6 的第一题好了。因为这个形式我们今天没有讲到，就是相关的有，但是没有讲到。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呢？好，那其实算积分通常是一个比较不是数学，而是比较艺术性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要试来试去才知道。这个地方你到底要把 sin x 当做 v， 还是把 x 当做 v？ 好，就是把它放进去。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要稍微想一下。不过通常你的目标都是为了要把 x 次数降低，好，这不是一定对，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其实大概是对的。OK， 所以我现在想办法把它弄掉。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把它写成 d 负 cos x， 把它写成这样。因为你如果换成选 x 的话，你这个里面的 d 就会变成2/x平方，因此在怎样的计算过程你交换的时候，它就会变成2/x平方，那个次数增加了。那次数增加通常比较复杂，所以通常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把它设成这样。好，那我们大家看，所以这边就变成 uv， 所以变成 x 乘上负 cos x 减掉，好，这个把它拿出来，负 cos x， 然后 dx。好，你看次数就完全不见了，所以变成负的 x cos x 加上 cos x dx。好，那到这一步当然就恭喜你了，好，因为你现在把一个不会的积分现在转到这边，你就是会了，好，所以当然就是负 x cos x 加上 sin x 加 c。积分技巧，这样当然既然叫做积分技巧，就是有一点无聊的意思，哦，也就是说呢，你就是要练习这个东西，从你本来不是很熟到你很熟悉的应用它，大概就是这种差别。OK， 那就是你们现在学到的第一个技巧。那这个技巧就是我所谓的2个最基本的积分技巧中间的第一个啊，因为跟莱米兹法则有关。那下礼拜呢，我们要学跟连锁法则有关的那个技巧，那个技巧也很重要，说不定还更重要。